Hello， 今天呢，我受朋友邀請來看這個豪宅，然後這個豪宅的話，價值是1000多萬新幣，我就很好奇，說到底長什麼樣子，為什麼值那麼多錢呢？那就讓我們去看看吧 ，Let's go。出了停車場，我現在來到 B1。它這個是要刷臉進入的，那我只能去聯繫前台啦。然後這個麗茲卡爾頓 Residence， 我聽說是只有58戶，然後呢，他們是24小時的這個禮賓管家服務。然後我看到那邊還有游泳池，過去逛一下。裝修風格是那種金碧輝煌型的。我之前呢，其實住過麗茲卡爾頓的酒店，但是我们沒有想到他們在新加坡還有自己的公寓，而且它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哇，這個泳池還蠻可愛的呢，有點像水母。這是一個兒童的遊樂設施，有滑梯，還有小的泳池。它這個公寓的位置非常的市中心，它在烏節路上。我剛剛看到它就在那個百麗宮旁邊，真的是最繁華的地帶吧，就有點像是你在紐約住第5大道，然後在上海住靜安寺那邊。它這個應該就是只有這麼一棟，然後這旁邊呢就是各種高端的商場嘛，然後離那個 Mount Elizabeth 非常的近，就在對面。Mount E 也是新加坡很有名的私立醫院。這有個長沙發可以休息一下。它的風格還是挺優雅的，就是那種比較古典的感覺。這有一個歐式的涼亭，還是挺 chill 的。哇，一下子太陽變得好大，而且這裡好安靜啊，就真的是一個人都沒有耶。然後它這個門廳面前呢，就是一個水井。我再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，就是大門口。這裡也是一個休息的地方。然後它大門口是這樣的，就是其實還挺低調的，我覺得。但是目前我感受下來，就覺得他們的這個管家服務還是挺貼心的。就我來看房子嘛，然後他們還會就是問候一下呀，給水呀，然後關心一下有什麼別的需要啊。那總的來說，目前我還沒有看出來它為什麼會值1000多萬新幣，可能待會兒就是進到房間裡面才能感受到吧。這是一個網球場，就是我覺得像烏節路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嘛，做這種高檔小區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因為就是確實地還是很少。我這次呢想來看這個小區，主要還是朋友邀請嘛。因為我比較喜歡建築，然後比較喜歡美的東西，那我覺得像麗茲卡爾頓這樣的品牌的話，做出來的東西應該挺精緻的吧，所以就來參觀一下。雖然高攀不起，但是看看還是可以的。哦，朋友來了。我覺得就是它小區還挺小的，就是沒有就是小而美的盤，在這種地方就是這樣。但是畢竟是烏節路嘛，寸土寸金。對，能有網球場，又有泳池。對，它是有幾個泳池呀？好像我只看到這麼一個。它這邊有個兒童吸水池，它有個室內的。OK， 那我們現在上樓去看我朋友的朋友的房子。他的朋友呢，正好在賣這套房。
这个电梯这麼貴啊，60萬。這個什麼晶片，然後鴕鳥皮，然後全是你看。哦，這個是那個 Ritz-Carlton 他們的 logo。好。然後它是一梯一戶的，對吧？就是每一家的電梯是。一戶。每一家的電梯都是單獨的。我聽說這個是200多平方米230。他們這個投影儀好大。其實它還好。哇，這個窗戶也太爽了吧！它這個，你看它這個很神奇，就是它為了保護隱私嘛。哦，真的。看不見，你就可以側面看過去。哦，真的，真的。對面也是這樣子。但它這個是原裝的還是他們就是原裝就是這樣？但是這樣子的話就看不見了，看不見外面的風景，只能側面看了。是的。但這裡就是整個烏節路的街區。他們現在賣多少錢啊？這個1200多萬。你猜它值多少錢？我猜它值多少錢啊？1300。差不多。你還是挺有眼光的。其實它這個，房子是挺不錯的。我剛開始來的時候，我覺得沒有我想象的那麼豪。但是來多了幾次之後，我就發現其實它真的屬於比較精品的，就是豪宅還是不一樣，豪宅還是豪宅。你覺得它主要是就是精品在哪裡呢？就是細節吧。我覺得主要是細節，就是這房子是你住在裡面，你會更加的。但是這個空調怎麼開呀？我先問一下。它這個是幾室的呀？4房。這裡是一個臥室。哇，這麼多陳皮。哇，他們這個陽台好大呀！這種200多平米的大平房，感覺就是不一樣啊。有錢人只會越來越有錢。真的。打分什麼時候能得到打分？這個買不起，但是還是可以參觀一下嘛。長長見識。是可以。這個是一個小的，但是它有扛在我們這邊。小的衛生間。但它這個房子感覺還是有點年代了啊。其實我覺得他們家，他也沒有吧？我看一下是什麼時候 ，TOP 應該是2011年。就是有個10年了，對。我看一下。跟那個人說一下，我在這邊。不得不說，空間那是真的是非常的爽。覺得就是如果買了的話，然後好好裝修一下，應該會非常的棒。我超喜歡這個主臥的空調，就是主臥的這個衣櫃。你看哦，這個是衣帽間吧？衣帽間，我很喜歡。哇，豪華哎！就是，哇塞，是不是？而且它空間挺大的。對，其實我覺得就是豪宅吧，就感覺，也不是說它有多麼的那個什麼啊，但是就是你看細節，它確實是很好的。新加坡一般的公寓都是沒有浴缸的。沒有什麼，沒有浴缸。對，這種肯定。所以豪宅有浴缸。對，它這個 view 確實，你看，就是包括這種細節性的啊，就是這種 marble，就是這個磚貼的這種，
都是細節你才看得到的。包括这種地磚的那个紋路，你看到吗？就是它都是切割了之後，都是一片一片給你拼起來。豪宅標配啊，2個洗手台，覺不覺得？對。哇，這邊的這個樓盤也很漂亮耶，但也有可能是酒店啊。因為烏節路這邊的高檔酒店也是非常多的。哇，這個衣帽間真的挺爽。這個是一個次臥嗎？套房。嗯，就是次臥。對，次臥。然後它的次臥都是帶一個廁所的。嗯。次臥也有一個小的衣帽間。就是我覺得這個豪宅是因為還是有一定的年代的嘛，所以說就是雖然說它給的東西很好啊，很精緻，但是可能真的要住進來的話，有些東西還是要重新買的，因為感覺出來就是有一點點的陳舊了。不得不說，這個空間大的感覺真的很爽，特別是在新加坡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。真的是。而且它下面是烏節路嘛，所以說我覺得它其實這個價格主要還是因為地段。是的，地段這個，而且這個是永久。對，這是永久地契 ，freehold。然後這麼大，現在市場上現在新加坡很難有這麼大的塔樓，這麼大的戶型了，你都知道新盤都沒有了，也沒有永久的，就是越來越少，永久的都幾乎沒有。其實狀況也不錯啦，就是說地板肯定要弄一下，然後牆子，其實它牆是沒問題，它就是貼了牆子，你把牆子拆掉，刷成漆，我覺得就好了，會更好一些的。對對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去看 facility， 它這邊是把所有帶4的都變成了公共區域，4樓14、24都是 facility。Let's go。其他的你都要經過那個保安。哦。哎，真的，它樓上還挺安靜的。對，像你在這邊，但還是不好爽。對啊。很愜意，就像住酒店。確實挺像酒店的。對。最好的就是，它這邊你所有的 catering 它都可以幫你安排，你只要跟管家說，你明天要辦個 party，你幫我準備一些東西。哦。哦，那很好哎。它是不是有早餐啊？我聽說。對，早餐會準備。哦，那經常，也是下次我們那個國慶節可以過來看 fireworks。多清楚！哇哦，哇，這邊能看到金沙耶。所以它更高一點的 view 會更好一些。對對對，因為我們現在在24樓嘛，它最高是多少樓？30多樓，忘記34吧，好像。那邊是怡安城，對，很近了，下面就是 Paragon，所以它這個位置是無敵的。對，這裡畢竟是絕對的市中心，房子肯定是保值的。哦，這個其實它增值也蠻快的。它增了多少？應該疫情以來增了不少吧。I think 開盤的時候賣800多萬均價。哦，現在都1000，都是翻倍了。這種有錢人的房子就是越來越保值。它這邊的其實有一個，就是為什麼這麼貴呢？就是因為它的這個管家服務很厲害嘛。
就是比如說你要辦 party 什么的话，你可以给前台讲，然后他们都会帮你打理好，帮你把东西准备好，就不用自己操心了。整理一下仪容，刚刚被风吹得有点亂。我这邊還有一個吧台，而且我覺得它整個那個 party 的這種設施吧，都還挺大氣的。就其實我也看過蠻多公寓的嘛，我覺得它這個設施是屬於就是。很捨得給。OK， 現在下樓。刚才那個圖書館裡面有人看書，所以我就沒怎麼說話。哇，這裡還挺舒服的耶！哇哦，在這裡看書很愜意。還有乒乓球室。现在突然感覺到它價值的所在，就我覺得它所有的這種設施吧，這個都還挺大氣的，就給人感覺就是很舒服。就是現在的公寓的話，這些設施其實就是它也是會比較精緻了，但是一般都比較小巧。戶外開 party， 還有烤箱。現在我到了4樓，4樓是有一個泳池，健身房也在4樓。果然，它的 facility 都是在各個樓層。我就說，怎麼可能像樓下那麼少？4樓有一個室內的泳池。這是一個，這裡的水是熱的 ，heated pool， 溫泉池。形狀也很可愛啊。它這個風格還是很有那個麗茲卡爾頓酒店的感覺。注意到它這個圖案嘛，它是那個4葉3葉草，就是代表着幸運。你給點好運給我吧。我發現就是這邊的這些人嘛，好像都不怎麼用 facility。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屬於那種 busy rich， 就是非常的忙，都沒什麼時間去打理房子的那種。就如果真的是工作特別忙自己的事業的話，就住這裡就很省心了，就是什麼都給你安排好了，就可能出差回到家，然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，很乾淨，很整潔。OK， 那今天我們的豪宅就參觀完了，
大家覺得怎麼樣呢？我自己覺得其實還蠻舒服的，就是雖然說它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的 luxury 或者是特別新的那種感覺吧，但呢，畢竟是一個有一點年代的這麼一個頂級公寓嘛，但我感覺它的所有的設施其實都維護得挺好的，然後也讓我見識到了新加坡有錢人他們的生活，確實是非常的方便吧，就是能節約很多的时間，就是可能对於就是那種特別忙的有錢人來講，時間就是金錢嘛，所以的話住在這樣的公寓的話，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就很多事情呢都有這個管家就幫你給服務好了，然後呢，它整個的這種 facility， 剛才我也講了，就是非常的大氣嘛，然後房間的布局呢也是屬于那种，就是住着会特別舒服的，就是規規整整的那种，所以总的來說，我覺得是很不錯的，再加上它又是永久地契，就買了這樣的房子，你還可以把你的房子、你的家給一代一代的傳下去，那這也是富人很關心的一點嘛。再加上 Orchard 的這個地段，我天，我覺得這個房子就是屬於那種會一直保值增值的這麼一個狀態，就是只要沒有什麼大的意外的話。我們現在回到停車場。OK，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。如果大家對這個豪宅有興趣的話呢，也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把我信賴的中介介紹給你。那這期就這樣了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